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云端服务，它是由 Apache Spark 创办人开的商业公司 Databricks 基于 Amazon Web Service， 也就是大家可能会听过 AWS 云端的环境来打造的练习重启。首先请大家先连线到 https databricks.com try Databricks 这个服务。它有一些基本的限制，也就是你只能够产生单一个重启，可以使用最多6G 的记忆体，你写的 notebook 不能跟别人分享的，最多只有3个使用者。那这是一个公开的环境，跟 Google Collaboratory 不一样的地方是 Databricks 有提供，这是一个多台的环境。我们用截图的方式很快带一次整个申请的流程。首先请先在右手边点选下方的 Get Started 这个按钮，不要点左边的，这是商业版的。当然你可以试用，它可以有比较多的机器，有一段时间的练习。当然也可以试试看，不过它后续可能就会请你要绑信用卡之类的。可能有些学生他可能还没有信用卡，所以你可以先选 Community Edition，然后选下方的 Get Started。 接下来请填你的姓名，公司名称你可以填学校， Work Email 可以填学校的 email。 那你接下来填你的密码，这里电话号码不是必填的。那他这边会问你说为什么你会想要用，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填妥之后就 Sign Up 送出，你会收到 email 确认信。确认信里面它会有一些连结，请你去做一些确认的流程。这边是直接跟大家讲说，你可以连线到 https community.crowd.databricks.com， 这边就会看得到那个申请的使用，你就可以用账号密码做登录的动作。登录之后，请在 New 底下这个位置选 Cluster， 就是我们要建一个新的重启。接着在 Create New Cluster 这一边呢，我们输入 Cluster Name， 比如说这边填的是 Lab 实验室，我们要做一个实验 Lab。接下来按下右上方的这个 Create Cluster， 然后我们等待 Cluster， 它会有一个在那边转，然后状态会是 Pending。你要等到 pending 这个状态变成 running， 那就代表你可以开始做你要做的练习。这些动作做好了以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用 Databricks 的 Community Edition 来做 Apache Spark 的实作练习。请点选左方的 Home， 然后在 Home 底下也是在 New 这边有一个 Notebook 的选项，请点选这个 Notebook 的连接。接着它会要求你输入一个 notebook 的名称，比如说我们这边写 Workon， 那实际上它是支援不一样的语言，这边预设是 Python， 也有 Scala。那这里的重启就是我们刚刚建的 cluster， 然后接下来按下 Create， 接下来就可以用前面我们用过 Collaboratory 这个环境里面曾经打过的 Workon 的范例来验证看看这个环境是不是可以正常运作。Databricks 已经帮大家处理好 SC 跟 Spark 这两个变数，所以你只需要写 rdd 等于 sc 点 parallelize hello world， 接下来你就可以填你刚刚前面做过的答案，然后去 print 出来。那这边就是会有算完的结果，那大概花多久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验证的方式。那 Databricks 也有提供几个操作练习，比如说有针对 Data Engineer 或者是 Data Scientist， 还有一些基本的 Apache Spark 的介绍。那你可以在 Workspace 这边展开，它就会有你这个使用者，然后有一些它已经预设建好的范例。那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里面会有一些关于这个环境应该要怎么使用的说明。那我们直接来做一次练习。首先连线到 community.crowd.databricks.com， 那这是我已经申请好的账号，先确认一下我的 cluster。目前我没有 cluster， 所以我就先回到 Databricks 这个，然后选 cluster， 这边打 lab， 然后去 create 一个 cluster， 然后它会处于一个 pending 的状态，那我们稍等它一下下。那它这边会有一些像它的 log 啊，它的 UI 啊，这如果有在用 Spark 的话，就会知道说像这种 UI 可以看得到你现在的那个冲击环境执行的状态。那这个是跟 Google 提供的环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更接近大部分自己架 Spark 看到的样子。那目前它已经是 running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建一个 Workon 的 example。
那这边我们选 Notebook， 那我这边不打 Workout， 因为我已经有打好一个，所以我这边打一个 PySpark 之一好了。那我们把前面的那一些贴过来，它的播放的钮是在右方，那就会开始执行。那我这边给的不是完整答案啊，这是前面有先用这个说明。好，这边就是很简单的，先把字断开，那后续你就是要再去把那个字数的统计算出来。那前面还有提到说，在 Workspace 这边呢，有一些 example， 比如说这里有 Apache Spark and on Databricks for Data Engineers， 然后有一些它基本的说明，你可以在里面镶一些你想要执行的。如果你想要看档案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用 %fsls 来列出有哪些档案。那你也可以强制它要跑一段 Python 的 code。那当然也有 for data scientist， 你看到它上面其实会告诉你说这个程式码它是用 Scala 写的。那这边也是有一些，如果你是比较偏向是资料科学家的话，你怎么样可以去学习。第三个这一段是一个很简单的 Apache Spark 的简介一些说明，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内容，让你更清楚说后续你应该要用怎么样去使用 Databricks 这个环境。以上是关于2个免费的云端环境，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免费的资源，就不会你的电脑可能没有那么多记忆体，然后你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做安装，动作太多也没有办法把整个 Spark 环境装起来。初步这2个环境算是方便大家可以很快速的直接在线上使用 Python 跟 Spark 的2个练习环境。